们公司呢 ，AutoStar 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汽车二手车车价的查询网站，搜寻 AUTOSTAR， 你选中古车线上估价，里面有16种长拍，160个车型，5000多笔资料，填你的资料，我们免费到府估价，实际最真实的状况。还是要看你的车况真真简简，为你的现况给一个精准的收购价格，马上汇款，马上现金，而且车子买回来是直接过户，给你一个透明、安心的中古车收购服务。嗨，早安。大家好，我们是捷运汽车。今天我们要录制业务的一天，田经理带我们2个初学者当业务一天都在干什么？经理，我们第一步要干嘛？换上5XL 的制服。你袋子这么大哦。没事，我忍，我今天忍。5XL， 赶快穿一穿5XL。首先要教我们的新同学今天要怎么称呼。小刘，小刘叫我小刘就好。那你是什么？小文是不是？我是小黄。你是唯一成功进入我们家的女业务哦，我们没有女业务。真的哦，对耶。有考虑卖车吗？没有。好了，小刘同学，是我们上班第一步，你猜要干嘛？洗车啊，我定的。没错，来我们去洗车吧。没错。心底热呢。来，小刘同学，我们今天洗的是中间整场。等一下，中间整场的意思说这样子哦。中间这个区块。你在开玩笑吗？来，我们先来拿洗车布。中间整场，这洗完都下午了吧？来，这个给你，是不是已经有10年没有洗车了？是这样洗哦。这个给你。我以为那个水这样子。为什么它那么小那么大？他手不够，他拧不动啊。对啊。经理这边薪水怎么样？你1个月领多少钱？1个月3万3啊。你3万3。3万3，你说的哦。对。这一集我是经理，不要好。你不可以顶嘴啦！你拔啦，我穿裙子哎。我们2个都是菜鸟，猜拳。你是男生。所以我们不请女生的原因就是这样。不对啊，我不是说喷水比较轻松，那应该我喷才对啊。我喷啊。你不要喷我哦。又卡住了。人家扣你薪水啊，再不认真。不是这样子，我喷一次给你看，来。确定是这样子哦。我发觉你这个经理当的不是很称职。太温柔了，对不对？太温柔。我跟你讲，应该是这样子。你有没有去加油站洗过车？没有。正常是拉前面这边，拉着。好。你要让它服帖拉着。好，那你拉过去。拉过去。对，然后你擦那一边，我擦这一边。怎么感觉擦不干？会。好累哦。那你们差4公分，你擦给我看。首先，这个要先拧。哇，爬上去哦。我跟你讲啦，怎么样擦上面就是用拉的啦。我这样哦，等一下就黑了，你知道吗？有白过吗？我没有擦防晒哎。钱好难赚，我这样擦那么多的车才1500。擦车只是基本，要卖车出去。所以代表一台不止。你在干嘛？你这边跟我鬼混！你等下今天薪水都给我，我跟你说，你可不可以当一个称职的员工啊？哈，你这个打工仔。今天发我们通告发对了，感觉他比较适合当经理。你说我经理啊，现在可以休息一下吗？现在不行，我们不能休息。场地打扫这一块在走弯处很容易有落叶。没有啊，哪有落叶？反正挂。K 啦，哦，你不要扫我要扫的地方啦，哦。啊，你又跑不到我干嘛啦？啊，不是要集中。我跟你们讲哦，这跟当兵一样，对不对？不用那么认真，要混。他们都这样子的，有没有？找树荫下，有没有？那晒太阳就不要，然后在这边。看老板这样打扫什么感觉？哎，我蛮喜欢这个工作的，劳心跟劳力，其实劳力是比较开心的事情。小文同学都在偷懒哦。哪有？我刚才已经扫起来好几次了哎，我只是在这区看它扫起来而已。要来帮忙啊！重新呢？哎，我刚刚扫进去的时候还没帮我啊！来啦！扫完了，下一步嘞？好，休息5分钟。不行，不想跟他上，太热了。我再这样下去，我这件衬衫就湿喽。这应该是小刘想看到的。哦，这好凉哦！这好凉哦！该不会想离职了吧？这1500不符合成本效益。
8000呢？我今天薪水都没那么多。你知道那田经理一天薪水要8000哦？哦，田经理钱那么多哦。好了，现在要带我们刘同学做上架的动作。这一台是我们老板昨天辛辛苦苦从台中收回来的1300。来，弄掉有声。你要放在前后的车牌。我们一台车呢会拍15到18张以上。那这不粘啦？粘的啦，你认真一点。田经理，你回嘴是不是？小刘，你顶嘴哦！你怎么凶经理呢4角会各拍一张，然后后车厢打开拍一张，车子车前车后开门的时候一张，车内装一张，里程数一张，由后往前一张。我带着你一个一个看。好难记哦。跟你们拍完美照不一样的范畴，为什么呢？你车子要低低的，有没有？然后左手边要让捷运汽车这个录进去，那你要再退一点。确定它的里程啊，还有一些资讯没有过曝。我发觉一件事，我跑来这个办公室，业务就跑光了。我决定了，我要把我的桌子搬下来。装嘛。好，首先我们会挑出15张照片，然后我们挑完之后呢，7个平台要上架。7个。感谢我们的辛苦。8891上一个，雅虎奇摩上一个 ，AutoStar 上一个 ，Mobile 上一个，然后 FB 上总共2个商店平台跟我们本专的贴文，这样 FB 类的就有3个，这样总共几个？你是不是没有认真？我在发呆。你自己说这样子要花多久时间？这样大概花30分钟，然后就会完成一个所谓的上架。接下来就是刚刚我们看的小影片，我们要修图，然后上配乐，然后上解说，然后上字幕。所以来这个公司上班还要会修图。这老板是蛮变态的。老板蛮机车的。新时代男性必备技能。好，接下来我们忙完这个上片之后，带你们去吃员工餐厅。上班2个小时，你们就可以去再吃东西了，有没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KTV。那员工可以休息时间可以看 KTV 吗？下班的时间。休息时间不行。休息时间不行。你帮我跟老板争取一下。好。那个不是有优惠吗？在我这。优惠券来，可以打5折嘛？对。好嘞，经理，帮我拿一下。我觉得你们应该也都很想要有一个这样的经理，对不对？经理，经理吃，耶。做什么像什么，你都没有经理的样子。快点吃一吃，等一下还要工作，等一下直接让你上最严格的考验。我会来乔装成客户，我们直接实际演练。销售训练是不是？现在要带你到我们公司最重要的一个岗位。岗位？没错。什么岗位？我们门口的值班台，你要负责引导客人进来，然后停好车位，然后接待客人上车。你这样不行哦。来，什么？为什么菜鸟还有群主？为什么你们私底下有群主？白痴开着呢。干什么东西？有人来的时候，你要拿这个无线电。有人听到我说话吗？有声了，有声。函关桌有没有收到？函关桌？什么函关桌？为什么要函关桌？我都已经上市3级了。没有，你白痴哦！怎么开机啊？已经开机了。你这边顾好值班台啊。有人来。看车。看车。你要看车是不是？先您贵姓？姓田。田先生，来李明请。学妹，过来。干嘛？田先，你要看什么车？我找一台大概30万左右的代步车。好，那我们里面请。跟你介绍一下，场内呢大部分都是进口车为主，旁边有个立贤店，还有30万以下的代步车。所以我想要知道你的需求大概是落在哪个区间？你呢是想要买30到100万的进口车，还是呢30万以下代步的需求，国产为主？那我应该可以拉到40万以下代步车。休旅还是先备？先备，我不喜欢休旅车。好，所以普通的休旅车。不喜欢休旅车，你没有普通的休旅车，你没有看到我感觉要叫你去看休旅车吗？先备车很远，你知道吗？我个人其实是很推荐这台 T-Cross。我预算是40万呢，这台多少钱？这台78万9呢。因为呢，有时候是这样子，我也想让你买到一台好的车子，所以我推荐你一个值得买的车子。你如果预算不够没有关系，可以贷款。我们公司都有配合银行的低利率，那个贷款的金额，你想想看，现在利率是不是很低？我会帮你找好的银行，其实真的不用负担多少钱。进口车你买40万以下的，可能它就需要一些维修，可能呢
妥善率没有那么好。如果你是要掀背又有点休旅的话，这台其实非常非常适合。我请我们学妹给你看一下，好不好？可是我不喜欢。你很啰嗦。椅子都可以再升级，你先看看，因为你知道吗？配备这种东西其实是可以跟动的。像我们台湾在装皮椅，很多进口车也是台湾进来才装的，装皮椅其实2万多块而已。我先帮你发动，这新车要100多万，而且这车又够新，这是2年的车子。然后我们公司呢，保证是CF鉴定，无任何事故。这台车有认证书，我都看过了，没有更换任何一个板件。那你刚刚问到配备，对不对？那你内行。虽然它的椅子呢是绒布椅，可是呢，这个有个车子的符号是什么？你知道吗？它有跟车系统，智慧驾驶。特斯拉是不是要200万？对，这个70万就有特斯拉相等的配备。你看这个圈圈是什么？你知道吗？它有车道居中的功能。那它这个跟车是 Level 几？我觉得 Level 几不重要，重点是高速公路上，其实 Level 1就够用了。它跟车就是前面刹车，它也跟着刹车；前面往前走，它也跟着往前走。那 Level 1就是跟车 ，Level 2是什么？就是车道的居中，就是你的方向盘只要握着，你不需要转动它，它这个都有，算是 Level 2。现在的车子其实休旅车很当道，又有掀背车的功能，又有休旅车的开阔度，又有 iKey 启动、双区恒温。那这个会不会是泡水车？我看不出来。我理解。我们的车子呢都可以配合各项的第三方检验，你只要付了定金，有任何问题，里程不准原价收回，有泡水原价收回，板件如果跟你保证没有任何的更换，有更换原价收回。我们说的可能你会担心，但我们其实是很自律的车商。但另外一个面向，我们可以提供第三班的检验报告给你看，各个方法可以降低你心里的疑虑，我们完全配合。所以不要再想了，我们去楼上谈吧，走。那我知道，就是踩那一步，可能家里要怎么交代啊？可能这个老婆会不会答应啊？对自己好一点。你也想想看，你要载老婆，你买这个车也是为了载她嘛，载小孩嘛，你不是自己去爽的吗？因为这个车型就不是一个年轻人的车子嘛，它是为了家庭而买的嘛。既然你是为了他而选择，那他又不懂，不如就你替他做这个选择。可是我还想要多比较2台。不要比了，你已经比了300多台了，你当我们都没有看老板卖车吗？再让你看一台，我请我们小学妹帮你介绍。你有驾照，你要开吗？我有驾照啊。要先搞清楚客人的需求。这样子啊？怎么开啊？这个应该不用按了吧？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老板不用美女业务吧？因为美女业务没有专业知识跟。什么？你这边讲我坏话？这种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跟客人多聊一点别的，就是聊聊，他如果买了这台车，他回去要做怎么使用？就是他的需求，除了自己带父母，还是说，会同时带老婆、带小孩，你这样才可以有切入点去跟他多聊一些更广的话题。哦，所以你买车要载老婆。这个载小孩以后也很方便哦，因为后座的空间也蛮大的，你以后就不用换车了。那它有什么缺点？你们业务都一直会讲说，这台车多棒多赞，缺点呢都不会老实讲缺点有什么。通常在讲缺点的时候，就会像柴油车有什么缺点？柴油车就是会有积碳嘛，同时可以往其他地方延伸。问客人说，你开车都是开市区还是开高速公路？去了解，我怎么推荐这个客人？柴油车一些细节是它很适合走高速，所以客人如果有长距离通勤的话，反而是会成为增加他购入的一个希望。所以你其实是在这整个过程都是一直不断的跟客人闲聊，了解客人到底他内在他会有哪些使用习惯，有哪些需求，才可以去创造这台车的价值给他。我们就可以就是同时跟客人比较，你就问客人说，你有去看过其他家车行吗？也可以了解客人是不是我同时其实有比较很多车，因为很多人会重复好几家比，或者是他只有看你这一家，你就会知道他的确率到底有到多少。比较多家的话，会比较有可能买吗？确实，因为你在最后一站啊，你可以知道问对方的车况啊，对方车是怎么样啊，然后你再好切入自己啊。那如果他只比这是第一站呢？那你就直接全力以赴，直接抹灭掉他对其他家的希望。你可以这样跟他做洽谈。经理，我们试车路线在哪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跟客人说，要指引他，而且讲得很明确的，等这边会有一个红灯，然后红灯之后出去内侧最左边回转，整条大渡路都可以让您试车。要跟客人很详细的说明，让他离开场内是不会紧张害怕的。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不请美女业务了吧？我们这样留言会不会泡爆？我发现你们只要请女生来，那女生都会被骂爆。请那女生那不专业，请她来干嘛？当花瓶啊？
啊，不请女生啊，都整集都是男的，好无聊哦，到底是想怎样啊？帮我放进去。在试车的途中，我会直接主动建议客人说把风量关小，然后把音量关小。很热呢。这要怎样你知道吗？怎么样？所以试车的时候，如果是一家大小，带一个人去试就好。其他人不太有兴趣的，你就请他去餐厅区按摩，或者是按摩区，啊，对不或者是对？玩卡丁车。那如果你遇到客人那种一起步他就猛吹油门怎么办？没有留定金，没有压身份证。不好意思，我们开的有点太快喽。啊，我不开快要怎么知道它的性能？是我的话，我会直接在客人开快前，我就说啊，那这一台速限70，你可以在70内尽情的踩油门。然后或者是我会跟他说，哎，测速在哪个位置，他抓好就好。啊，这条真的限速70哦。其实啊，70其实可以，它大部分的车况都可以了解。好，就是安静的让客人体验一段路之后，可能回程才跟客人做闲聊。那如果客人跟你说，我没有那么喜欢柴油车怎么办？所以你就要跟客人多聊天，聊得越多，你才会掌握到越多的资讯。那你喜欢柴油车吗？觉得 B&W 柴油可以。我听到他的需求了。B&W 的柴油，那是3系列、5系列还是7系列呢？例如，这种客人就是你知道吗？你询问他的需求，他就丢了，他就不理你了，他就是来试好玩的。然后回程就是已经往回了嘛，对不对？你就可以问客人说，哎，开起来怎么样啊？然后客人就会可能会有一些他的疑问，哎，我刚刚可能觉得有点抖动，或者是引擎有点大声，他可以说好，那你有些状况是帮我记下来，我们在谈合约的时候详谈。为什么？就是要引导到客人都已经试车了，会不会有人试完，比如说试完这台，跟你说，我觉得这台还好，可不可以再看别台？很多啊，所以你要看他的确率啊。我们一样可以让他试车，但是当他要试这一台车的当下，你就先看他是不是喜欢。他如果同时看4台，看第1台就跟你说要试车，怎么办？你就会怎么回答？就请他要不要4台先都看完，然后挑一台自己最喜欢的对，试看看。不是啦，因为其实试车是很麻烦的，而且90%的车商都不会让你试的，因为有成本。为什么试车很麻烦？还要装试车牌，撞到会有问题啊！很多新车业务跟人家试车出去，然后被撞死。客人开很快，然后撞到什么电线杆啊，什么交流道啊。哎，那客人如果开很快，然后撞到了，啊，那车要谁赔？业务？客户赔，还有保险，保险公司会先理赔完，再跟客户求偿。钱不是重点，重点就是，所以我们都会先制止他不要超过道路速限，这很重要，是保护自己。你如果觉得哦，你不让我试超过道路速限，那不好意思。然后回到店里的时候，你就引导客户停回停车格，然后下车的时候就要跟客人说，那我们楼上请做洽谈。最重要的，楼上请。上来之后呢，最主要的合约其实有一个小的亮点跟你分享。我通常会拿一张白纸，先跟客人询问他对于这台车有什么样的意见，先用手写的，因为有时候给客人看到合约书，他会有压力。但是我们同时把合约纸在桌上，那稍微把一些条件理清之后，客人的需求两方我们都可以洽谈到，我觉得不错，我愿意购买，就摊开合约，跟客人做说明。彩色的哎。那这个是内政部定型化的契约，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会保证无重大事故，无泡水，里程数保证。这3大项如果是有益的，就原价买回。然后有些客人会比较着重于这个我们所谓的保固内容，就是引擎、变速箱、方向机。那绝大部分的车行啊，买车都是用简易式的合约，它不会有这种细项。你看，包含曲轴、主承轴这些密密麻麻的都是保固内容，你就是跟客人去说明这里面的东西。接下来也同时拿出我们行照的影本，跟客人去对说他看的这台车，他的车身码、他的车牌是不是都是同一台符合条件？没有问题的话，客人就会跟您签1式2份的合约。合约通常是这样哦，写错1个字就重写哦，合约没有再划掉的哦。他贷款不够可以退定金吗？不行，为什么？因为那不是我的问题。我如果当下就跟你说，那我本身有信用不良怎么办？那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什么？你们要学长累了吗？贷款要信用要不良要告知啊，我们是可以退的。本公司协助办理贷款，7天内未过件，定金全额退还；未告知债务协商，银行拒往户信用不良，无法退还定金。所以就是要先说嘛，没有说的话就不能还。对，所以你在跟客人在中间做洽谈试车的时候，就可以稍微去 touch 他，有没有信用状况怎么样，或者是这台车他想要怎么做购买，这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判断。所以呢，我们帮你办贷款，
不过呢，我是可以退还，然后取消这个合约，互相相信的原则。但如果你都不讲你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其实是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嘛。你讲了，我们再帮你想办法。完成，签约完成，恭喜大家。然后你还要给他看一下后面，好不好？保险，要不要以后要镀膜的，然后保养费，有没有？这个老板合约设计的这么用心哦，看完了 ，OK。好，这个环节最重要就来到今天的发薪水。大家猜猜，这样业务一天薪水有多少？一个月是3万3，所以呢，一天是1500块。哎，学长，经理，我有问题。你的钱我一起收了。那为什么你一天8000，我一天1500？对啊，为什么？凭什么？一个礼拜只有3500块零用钱。好幸福哦！你的钱都给女朋友有管人管你哦的。钱，好幸福。这假的啊？不然这样，那我干嘛给你那么多钱？我就给你3500就好了。我给你一个礼拜给3500就好了。对好累哦，好累啊！我也觉得好累啊。今天业务的一天就录到这边，一日系列我们下一次来录1天的维修师傅好了啊，这样就没有田经理，就会有我们的总技师冠伟，是不是？维修师傅的一天在干嘛？那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分享。觉得下一集还是想要我们的助理主持人文文出现的话，记得留言哦。拜拜。捷运汽车在2023年做了一个很重大的投资，我耗资了1000万。我们在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1段21号扩展了一个占地1200平的旗舰展示中心。我们提供呢汽车的各项维修跟保养，包含荧幕前的观众，你如果自己的车子来维修，基础保养只要3000块。甚至我们在2楼有非常舒适的展示中心，然后呢有客户休息室、健身专区，也有按摩椅。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让在这边不管是保养，不管是看车，都可以提供一个很舒适的内容。我们也提供客户免费停车的区域，不管是黄线的格子，不管是白线的格子，你来我们这边维修保养、看车，甚至去我们的卡丁车餐厅区都提供免费停车。再往这边看，这2格是我们的汽车美容区，从最小的打蜡、清洁、引擎室清洗到镀膜。给客户一个最优惠的价格。再往前看，就像这台 R X 新车一样，捷运汽车也提供新车换购的服务。在右手边上面的车型呢，你只要有2010年以后的旧车来做给我们收购，我们旧车高价的收购以外，新车给你一个比外面更优惠的价格。因为呢，我们常常有客户是遇到他自己跟我们买一台车以后，开了3、5年以后想要换新车，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服务扩张到连新车的部分都可以提供优惠给我们的观众跟我们的消费者。再库120台，非常舒适的环境，然后提供你不用定金就可以免费试乘、免费赏车。你们可以把这边当成不只是一个2手车行，而是一个可以在这边舒服休闲的一个汽车展场。我们捷运汽车也提供租车的服务，我们把这个市售热门的新款的马3、你上的 Kicks， 还有 Tida， 在旁边还有一个便宜的 Passa， 为什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我们搜寻的网络上价格，像马3一般它可能要租到3300、3400，那我们只要收1半的金额，让你来体验中古车的部分。马3 1700 ，Kicks 一般的定价是2700，那我们一样收1半1300。然后呢，我们也提供，比如说有时候是这样子，你可能车子坏掉了，但你不可能去租很新的车去代步10天20天，那我们也提供1000块跟500块的车型。第一个，这有点是在体验中古车，因为你有车子的需求嘛，很有可能你以后就会成为我们的客户。那第二个，可能有些人非不得已一定要租台车，他也不问车况好坏，他就是需要代步，需要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修车，然后需要休10天，但我一定要去基隆上班来往，一定要开台车。那你去外面租那种1500、1800跟1500块就有个差距。这个部分就是提供给任何一种价位的客户都可以体验我们的中古车，都可以享受各个价位非常便宜的租车服务。那记得想要看车的观众，请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917435209，谢谢。